法国这个浪漫而迷人的国家，拥有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景点。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到尼斯的蔚蓝海岸，每个角落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无论您是艺术爱好者、美食家，还是历史迷，法国都能满足您的各种需求。在这影片中，我将带您游览法国最令人难以忘怀的5个景点，让您深入体验这个国家的魅力与奥秘。让我们一起展开这场法国之旅吧。蒙圣米歇尔修道院位于法国西北部的诺曼底地区，是一个位于海上的修道院，建于8世纪。这座修道院以其壮观的位置和建筑风格而闻名于世，被誉为法国最伟大的建筑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。蒙圣米歇尔修道院位于一个小岛上，距离陆地约有1公里，每天都会受到潮汐的影响，使得修道院时而被海水包围，时而露出在陆地上。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修道院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景观，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和朝圣者。修道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，当时一位名叫阿贝尔的修道士在这个小岛上建立了一座小教堂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修道院逐渐扩建和改建，成为一个宏伟的建筑群。修道院的建筑风格融合了罗马式和哥特式的元素，展现了中世纪建筑的精华。修道院的主要建筑是修道院教堂，它位于修道院的最高点，可以俯瞰整个小岛和周围的海洋。教堂内部装饰华丽，有着精美的彩色玻璃窗和雕刻，展示了中世纪艺术的精湛技巧。此外，修道院还包括修道士的住所、图书馆、池塘等建筑，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古老的宗教氛围。除了宗教意义，蒙圣米歇尔修道院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。在中世纪，修道院成为学术和文化的中心，吸引了许多学者和艺术家。修道院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珍贵的手稿和古籍，成为当时知识的宝库。此外，修道院还举办各种文化活动，如音乐会、展览等，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生活。如今，蒙圣米歇尔修道院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。游客可以步行或乘坐渡轮到达修道院，并欣赏到壮观的海上景色。一旦进入修道院，游客可以参观教堂、图书馆和其他建筑，了解修道院的历史和文化。此外，游客还可以在周围的小巷中漫步，品味当地的美食和购买纪念品。蒙圣米歇尔修道院是法国和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壮观的地理位置和精美的建筑。它不仅是一个宗教圣地，也是一个吸引游客的旅游景点。蒙圣米歇尔修道院的存在彰显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，也是法国文化遗产的骄傲。凡尔赛宫位于巴黎郊区的凡尔赛市，是法国最宏伟的宫殿。这座宫殿建于17世纪，是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宫廷和政治中心。凡尔赛宫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宫之一，也是法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建筑。它是路易14下令建造的，用于展示法国王室的权力和富裕。凡尔赛宫的建造历时数十年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，成为法国宫廷文化的象征。占地面积达到了67000平方米，拥有超过700个房间，包括宫殿花园、喷泉和其他附属建筑。宫殿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，展现了当时法国王室的奢华和精致。凡尔赛宫最著名的部分是宫殿的大厅，也被称为镜厅。这个巨大的厅堂长达73米，
拥有17个巨大的镜子，反射着宫廷成员和贵族们的身影。镜厅环装饰着华丽的水晶吊灯和壁画，展示了法国王室的荣耀和权势。除了宫殿本身，凡尔赛宫的花园也是其魅力的一部分。花园占地面积达到了800公顷，被设计成几何图案和对称结构，其中包括了大量的喷泉和雕塑。花园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。花园展示了法国宫廷的艺术和园林设计的精湛技巧。凡尔赛宫不仅仅是一个宫殿，它还承载着法国历史上许多重要事件和决策。在这里，路易14颁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法令，推动了法国的现代化进程。同时，凡尔赛宫也是许多重要外交活动和盛大宴会的举办地，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贵族和政要。然而，凡尔赛宫也承载着法国历史上的一些阴暗面，它的建造耗费了大量的财富，导致了法国财政的困境，最终也成为了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线。1789年，法国人民的不满情绪爆发，他们冲进了凡尔赛宫，迫使路易16和玛丽·安托瓦内特王后离开宫殿，标志着法国君主制的终结。如今，凡尔赛宫已成为法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，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。游客们可以参观宫殿的各个房间，欣赏宫廷时代的艺术品和家具，漫步在花园中，感受宫廷文化的魅力。凡尔赛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皇宫之一，不仅仅是一座建筑，更是法国历史和文化的象征。它见证了法国王室的辉煌和衰落，承载了法国人民的希望和愤怒。巴黎圣母院是法国巴黎市的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建筑，它的建造始于1163年，耗时约200年完成。这座教堂以其壮丽的哥特式建筑风格和独特的尖顶而闻名于世。它是法国最重要的宗教建筑之一，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教堂之一。巴黎圣母院位于塞纳河的西岸，坐落在一个名为圣母岛 Île de la Cité 的小岛上。这个岛屿是巴黎市中心的历史核心，也是法国王室和教会的重要场所。圣母岛上的巴黎圣母院成为了中世纪巴黎的象征，也是法国文化和历史的重要象征之一。巴黎圣母院建筑的哥特式风格，这是一种在中世纪盛行的建筑风格，以其高耸的拱顶、尖形拱门和华丽的饰物而闻名。这种风格的建筑通常被认为是中世纪建筑的巅峰之作，展现了当时建筑师和工匠的技艺和创造力。巴黎圣母院的建造始于主教诺特丹的命令，他希望建造一座宏伟的教堂来庆祝基督教的胜利。工程的开始标志着巴黎圣母院的诞生，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，它成为了巴黎市民和游客的重要圣地。巴黎圣母院的建造过程非常漫长且艰辛，建筑师们面临着许多技术和工程上的挑战，但他们克服了这些困难，最终完成了这座壮丽的教堂。在建造过程中，巴黎圣母院经历了多次扩建和改建，每一次都使它更加壮丽和宏伟。巴黎圣母院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它的尖顶，这个尖顶高达69米，是巴黎市区的最高点之一。它是由铁和木材结构建造而成，并且被装饰着许多雕塑和浮雕。尖顶的建造是一项巨大的工程，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资源，但最终的结果是令人惊叹的。除了尖顶，巴黎圣母院还有其他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特点。它的正面有3个巨大的门廊，每个门廊都有许多精美的雕塑和浮雕，描绘着圣经故事和宗教场景。教堂内部也是壮观的，有着高层的拱顶、彩色玻璃窗和华丽的壁画。这些艺术品展示了中世纪艺术的精髓，也是巴黎圣母院的重要资产。巴黎圣母院并不仅仅是一座宗教建筑，
它还承载着法国的历史和文化。在法国大革命期间，巴黎圣母院遭到了破坏和损坏，但在19世纪中叶，它得到了修复和重建。这座教堂成为了法国文学名著《巴黎圣母院》的背景。这本小说描绘了中世纪巴黎的生活和社会。如今，巴黎圣母院是巴黎市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，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。游客可以参观教堂的内部，欣赏它的壮丽和艺术品，也可以登上尖顶，俯瞰整个巴黎市区的美景。不幸的是，2019年4月，巴黎圣母院遭遇了一场严重的火灾，导致教堂的尖顶和屋顶严重受损。这场火灾震惊了全世界，但幸运的是，教堂的主体结构得以保存下来。法国政府立即展开了重建工作，并得到了全球社会的支持和捐助。巴黎圣母院的重建工作仍在进行中，预计将于2024年完工。这次重建将恢复教堂的原貌，并加强其结构的稳固性和安全性，这将是一项艰巨的任务。法国罗浮宫博物馆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，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艺术博物馆之一。它是一座庞大而壮丽的建筑，拥有丰富多样的艺术品和文物收藏，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。这里将介绍罗浮宫博物馆的历史、建筑和收藏，以及它对艺术和文化的重要意义。罗浮宫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，最初是一座要塞，用于保护巴黎市。后来，它逐渐转变为皇家宫殿，成为法国君主的居所。在16世纪，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下令将罗浮宫改建为宫殿和艺术收藏的场所。从那时起，罗浮宫开始收集和展示各种艺术品，成为欧洲最重要的艺术中心之一。罗浮宫博物馆的建筑风格独特，融合了中世纪、文艺复兴和巴洛克等多种风格。它的主要建筑物是一座巨大的玻璃金字塔，由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，于1989年完工。这座金字塔成为卢浮宫的标志性建筑，也是巴黎市的地标之一。金字塔下方是一个地下大厅，连接起博物馆的各个展厅。罗浮宫博物馆的收藏非常丰富，涵盖了从古代文明到现代艺术的各个时期和地区。它的藏品包括绘画、雕塑、装饰艺术、古代文物和考古发现等。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是达芬奇的《蒙娜丽莎》，这幅画作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。罗浮宫还收藏了许多其他伟大艺术家的作品，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、拉斐尔的圣母子像和梵谷的向日葵系列。除了永久收藏，罗浮宫还定期举办世界级的特展和文化活动，这些展览涵盖了各种主题，从古埃及文明到现代艺术潮流，从东方文化到西方经典。这些展览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更多的艺术欣赏机会，也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。罗浮宫博物馆对艺术和文化的重要意义，不仅在于其丰富的收藏，也在于其教育和研究工作。博物馆设有教育部门，为学生和公众提供各种艺术教育项目和讲座。此外，罗浮宫还拥有一支专业的研究团队，致力于艺术品的保护、修复和研究工作。这些工作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承人类的艺术遗产，也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和参考。总之，卢浮宫博物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艺术博物馆之一，它的历史、建筑和收藏都展示了法国丰富的艺术和文化遗产。它不仅是一个艺术品展示的场所，更是一个教育和研究的中心。
无论是艺术爱好者还是普通游客，都可以在罗浮宫找到无尽的艺术享受和文化启迪。巴黎铁塔又称埃菲尔铁塔，是法国巴黎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。它坐落在塞纳河畔的香榭大道上，是法国最重要的旅游景点。巴黎铁塔的建造历史悠久，它不仅是一座工程奇迹，更是法国文化的象征。建造始于1887年，并于1889年完工。它是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而兴建的，并成为1889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主要展示建筑。铁塔的设计者是法国工程师古斯塔夫·埃菲尔，他以其独特的设计和创新的工程技术而闻名于世。高度为324米，包括天线在内，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。它由钢铁结构组成，共有3个观景台，分别位于塔的不同高度。游客可以乘坐电梯或步行爬上塔顶，欣赏到巴黎市区的壮丽景色。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，从巴黎铁塔上眺望，都能欣赏到令人惊叹的美景。塔的设计是以三角形的结构为基础，并使用了大量的钢铁材料。铁塔的外观充满了曲线和弧形，展现了当时的工业美学。它的建造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，但最终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壮举。巴黎铁塔的建造不仅展示了法国的工程技术和创新能力，也成为了世界建筑史上的里程碑。除了其独特的外观和壮观的高度，巴黎铁塔也承载着许多文化和历史意义，它成为了法国的象征。铁塔也成为了巴黎市的标志，不仅是一个观光景点，也是一个重要的通讯塔。它承载着许多无线电和电视信号，为巴黎市区提供了良好的通讯服务。铁塔的顶部设有一个旋转餐厅，游客可以在这里品尝到美食，同时欣赏到壮丽的景色。无论是从塔顶俯瞰巴黎市区，还是在铁塔下欣赏其壮观的结构，都能让人感受到巴黎的魅力和浪漫。这里可以成为您探索巴黎的起点，同时也是对法国文化的一次深入体验。这集神奇之旅就介绍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